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当爆炸脸混进古装剧，盛世美颜被打回原形，导演强也无能为力。内地娱乐圈的明星们究竟怎么了？每个人都开始展示让人难以忍受辣眼睛的造型。如今，像王一博、龚俊、谭健次、彭于晏和吴磊那样拥有8块腹肌和2块馒头肌的硬汉体型，已经很难再见到了，实在令人遗憾。然而，有些人外貌平平，却硬要在剧中表现出撩人和故作深沉的模样，实在令人不忍直视。另外，一个骨瘦如柴的身躯和骷髅般的脑袋，硬要扮演风流倜傥、古装美男子，实在让人难以恭维。尤其是看着罗云熙那双几乎要从眼眶里跳出来的眼睛，毫无力气的双手，以及夜夜笙歌后显得消瘦的脸，难道他是被老板们榨干了吗？仅有88斤的宋轶站在罗云熙旁边，罗云熙那瘦骨嶙峋的身形竟然把宋轶显得像个魁梧的大胖子。宋轶的表情 OS 表达了他此刻的心情，内心无法感受到笑意，即使想要笑也无法做到，他感到了后悔。宋轶勉强的笑容和扇子遮住下巴的动作透露出他对与罗云熙搭档的决定有些后悔，哈哈。然而，内地娱乐圈的明星们不仅普遍身材欠瘦，有时也会因为剧情需要而突然增重。尽管如此，这种偶像包袱的放下是可以理解的。例如，秦昊在《漫长的季节》中，从一个充满男性魅力、线条分明的形象，转变为大腹便便、面容圆润的造型，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秦昊此次形象的大幅提升，显著增强了他的知名度和观众喜爱度，这实在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毕竟，彭于晏已经是一位实力派演员了。35岁的他在出演突破自我的角色时，即使有人踢到了他的下部，彭于晏也只是笑着一带而过，展现了他不错的人品。另外，在中国娱乐圈中，还有一种男明星，他们在突然走红之后，便不再管理自己的身材，对观众的视觉体验毫不在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直视。巧合的是，今天即将开播的《长相思2》中，正好有这位自负傲慢的男演员参演。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他是如何走上自毁前程之路的。养眼的 CP 意难平。天哪，1年没见的小妖竟然更加富态了。尽管他的举止变得更加得体并令人耳目一新，但整个画面却显得有些怪异。幸运的是，接着的一刻，杨紫重新找回了失落的演技，她笑容满面的开玩笑说，既然你们把我当姐姐，那我就尽义务帮忙啦。难怪这几年杨紫的五官显得有些奇怪，原来是她闭上樱桃小嘴时凸显了肿胀的苹果肌，哈哈。然而，当小编看到枪璇的身影时，可以肯定地说，尽管1年过去了，张晚意的演技和颜值依然如故，依旧帅气且深情。尤其是当枪璇为了防止国家动荡准备纳妃之际，张晚意深情地看着小妖，憧憬着未来的画面充满了韵味。小妖外公下一秒明知故问地询问枪璇此刻前来的原因，张晚意眼中显露出的落寞和回收笑容的神情，让人很难不为他感到心疼啊。不得不提，如果不是《长相思》的导演设置了小妖不能爱枪璇的情节，小编真的很想刻杨紫和张晚意这对 CP。毕竟，杨紫与张晚意同框的画面真是郎才女貌，琴瑟和鸣，十分养眼。巧合的是，杨紫与谭健次同框的画面完全如同一对平凡恩爱夫妻外出就餐的情景，显得十分和谐。老实说，杨紫的百搭气质使她与合作过的男演员们都显得非常有 CP 感，而且很受观众们的喜爱。尤其是当小妖和香柳久别重逢时，在《长相思1》中，香柳追问的问题
终于想通过赌局来套出小妖真正心上人的模样，这实在令人心酸。谭健次虽然看起来歪着头，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但他眼中那份坚定和迫切的好奇心，完完全全暴露了香柳急切的心情，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当下的情境。最终，在路人的映衬下，本来自信满满的小妖，还是输给了试图获取他真心的香柳。试想一下，小妖和香柳打闹嬉戏的情景，是不是正好契合你们心中真实情侣恩爱的模样呢？此刻，迫切等待答案的香柳，谭健次通过紧张的突出的双眼皮、干涩的嘴唇，以及不敢吞咽口水的姿态，完美的传达了内心的焦虑，真是封神的演绎。然而，最让观众们难以接受的是，《长相思》的导演竟然将小妖的官方配对设定为涂山璟，这实在是有些令人失望和不合适。在如此优美、雪花纷飞的背景下，即便高度美颜也无法掩盖邓卫肿胀的苹果肌、恍惚的神情以及那令人作呕、诡异的微笑。甚至在小妖靠在涂山璟的身上时，邓卫那勾回的鼻子和突出的尖下巴，实在让人担心会戳到杨紫的脸。特别是当我观看完杨紫与张晚意、谭健次的同款画面后，再看到她与邓卫同框时，完全没有你侬我侬、恩爱小情侣的那种感觉，真是让人难以忍受。回想邓卫在《长相思一》中的表演画面，他油腻甩动头发的姿态，佝偻着跑步的样子，以及用手提起袖口的动作，确实显得有些刻意和令人反感。然而，仔细浏览邓卫的3张图片后，才发现他能够碾压张晚意、谭健次和王弘毅的优势，竟然是他的身高1.83米，真是有点滑稽。然而，这并不是结束。几天前，腾讯视频举办了一场活动，《长相思》中的男演员们悉数到场。谭健次身材虽然偏瘦，但与邓卫油腻的站姿及满身挂满膨胀字眼的画面相比，显得格外清爽和英俊。主办方可能担心观众无法清晰看到邓卫的面容，因此特意给他推了一个近景，结果太过惊人。邓卫那诡异的微笑唇、突出的苹果肌和无神的小眼睛，一眼就映入眼帘。他此刻的模样，哪里还有迷倒小妖、风流倜傥、潇洒自如的涂山璟的影子呢？幸运的是，杨紫深情的眼神和精湛的演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邓卫尴尬的表演。然而，邓卫那令人不适的面容却无可挽救。小妖向香柳询问，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目前所经历的道路吗？从这段对话可以推测，小妖对再次遇到涂山璟并不感兴趣。香柳坚定地说道：“是的，只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才能遇见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人。”